太平洋战争第9篇，罗斯福下令对日反击，尼米兹却不想让航母冒险，陆基轰炸机硬是飞上航母，杜立特完成空袭东京的惊险一击，战损不高却重击颜面，日军被迫回防本土，还误判情势发动海上行动。珍珠港遭到空袭之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几乎一路横扫，攻无不克，气焰嚣张。对反法西斯同盟来说，他们太需要一场胜利来稳住军心，也稳住民心。美国总统罗斯福多次召开高层会议，不断要求军方提出一个能够反击日本的具体方案。在反复讨论之后，美国陆军与海军终于达成共识，于是人类战争史上一次极为大胆，甚至可以说近乎疯狂的行动正式启动。航母不再只搭载舰载机，而是让陆军的中型轰炸机直接从航母起飞，执行轰炸任务。这场行动正是被后来称为杜立特空袭的东京奇袭作战。虽然这次空袭的破坏规模远不及后来美军对东京的大规模火攻，但它带来的心理冲击却极其巨大，不仅狠狠打了日本军方的脸，还迫使日军误判美军实力，调兵回防本土，进而影响后续战略部署。可以说这是二战中投入不高，效果却极大的经典奇袭之一，也为接下来的太平洋海上决战悄悄埋下了关键伏笔。1941年12月2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召开了一场气氛格外凝重的会议，会议桌上摆着的几乎全是坏消息。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罗斯福看完简报后当场动怒，直言自己在国会已经明确表态，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历史上难以洗刷的耻辱，这笔账一定要用最痛快、最有震撼力的方式讨回来。随后他点名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中将，要求空军必须尽快提出对日反击的具体方案，但阿诺德心里却叫苦不迭。随着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基地接连失守，就算是航程最远的陆基轰炸机从中途岛满载燃油起飞，也根本无法完成一次往返日本本土的任务。与此同时，出席会议的美国舰队司令金上将也在思考该如何给日本来一记重击。他曾私下询问尼米兹是否能出动航空母舰直接打击日本本土，但尼米兹的回答很现实，几乎没有操作空间。当时日本海军在本土以东大约800公里海域布下了一整条舰艇警戒线，如果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航母突袭东京，美军航母最多只能在距离东京约880公里处放飞舰载机，而单程来回将近1900公里的航程，已经远远超出当时美军舰载机的性能极限。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金上将的海军参谋骆上将突然想起一件往事，他曾视察过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那里有一条机场跑道被直接喷绘成航母甲板的样子。更重要的是，美军航母过去也曾多次将飞机运送到岛屿机场。1942年1月，骆上将找到了直属上司邓肯上校，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是否能让陆军使用的双发动机轰炸机直接登上航母，执行空袭东京的任务。邓肯上校认真评估后，认为这个构想并非天方夜谭，于是两人一同向金上将汇报。金上将听完后大为振奋，立刻下令着手研究具体作战细节。到了1942年1月28日，当罗斯福总统再次询问是否已有空袭日本本土的方案时，金上将与阿诺德联合向与会人员说明这项天才级的构想，并当场获得罗斯福的高度认可。然而尼米兹依旧兴趣缺缺，更雪上加霜的是1月11日，萨拉托加号航母遭到日军16号潜艇击伤，让尼米兹更加不愿意拿航母去冒险。直到1942年3月，金上将亲自致电尼米兹，一方面强调空袭东京的战略与心理意义，另一方面指出气象部门的评估显示4月将是执行突袭行动的最佳窗口。在多方压力与现实条件下，尼米兹终于点头同意派出刚从大西洋舰队调来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来执行这场风险极高却注定载入史册的空袭东京任务。计划虽然拍板，但真正的难题才刚开始。第一件事，谁来指挥这次高风险突袭？
陆军航空兵高层反复权衡后，选中了曾单机横跨美国本土的王牌飞行员杜立特中校。他从没在航母上起降过，但当阿诺德质问他敢不敢接这个任务，杜立特只回了一句话：我可以。接着就是对执行任务机型的选择，最终选定北美公司研发的 B-25 中型轰炸机。问题立刻出现，大黄蜂号航母飞行甲板只有246米， B-25 机长 16.1 米，翼展 20.6 米。这代表什么？能起飞，不能降落。飞机只能靠港口吊车一架一架吊上甲板，进不了机库。从一开始，这就是一趟几乎没有回头路的任务。最初方案是空袭后在海面迫降，由驱逐舰救人，但风险太大，很可能把日军飞机直接引到美军舰队上空。后来方案修改， B-25 轰炸东京后继续向西飞，降落在中国沿岸机场，再转进缅甸，加入盟军作战。即便如此，挑战依旧惊人。杜立特带着志愿机组在佛罗里达第8航空军基地日复一日进行极限短距起飞训练，同时工程人员开始疯狂减重，低空突防，机腹炮塔没用，拆，换成606升副油箱，任务只带4枚227公斤炸弹，弹舱里再塞一个可折叠油箱，总载油量拉到4509升。诺顿投弹瞄准器太重，拆，换成轻量化低空瞄准具。机尾机枪也拆掉，改成涂黑的扫把杆，只为吓退追来的日军战机。在杜立特近乎苛刻的训练下，飞行员终于做到一件事，在逆风条件下，让13吨重的 B-25 在137米内成功起飞。1942年4月2日，16架 B-25 在旧金山港被一架架吊上大黄蜂号航母，飞行员同时登舰。这支特殊编队正踏上横越太平洋的西征之路。4月14日，大黄蜂号与哈尔西指挥的企业号航母编队会合。企业号官兵一看，全傻眼了，航母甲板上竟然停着一整排陆军中型轰炸机。这代表什么？大黄蜂号几乎失去舰载机起降能力，必须由企业号全程掩护。这也正是尼米兹等海军将领认为行动过于冒险，甚至可能得不偿失的原因。4月17日，杜立特在大黄蜂号上向所有 B-25 机组与航母官兵宣布，目标东京。全舰瞬间沸腾，其他战舰的官兵听到消息后也群情激愤，恨不得自己亲自飞过去。原定计划是4月18日夜间起飞，在距东京约800公里处放飞，19日白天降落在中国机场，但计划在4月18日清晨6点彻底被打乱。警铃大作，日军警戒艇日东丸号发现了美军舰队，哈尔西立刻下令将其击沉，但已经太迟。被截获的无线电显示，情报已传回日本本土。杜立特瞬间意识到，再等下去，航母和机队都可能全军覆没。与哈尔西紧急商议后，只有一个选择：提前起飞。当天早上8点20分，杜立特亲自驾驶第一架 B-25，在狂风巨浪中准备起飞。此时机头距离甲板尽头只有142米，全舰官兵屏住呼吸，挡板放下，刹车松开。借着航母迎浪抬头的瞬间， B-25 全力加速，直冲舰首。就在所有人心提到嗓子眼的那一刻，起飞成功。杜立特低空绕舰一圈，甲板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随后15架 B-25 依序起飞。9点19分，最后一架升空，机队分成小编组，分别飞向东京、横滨、大阪，而美军舰队立刻掉头全速撤回珍珠港。此时的日本高层却严重误判，他们认为美军空袭最快也要第2天，一边准备拦截航母，一边在东京搞了一场防空演习。中午演习结束，拦截气球刚被收起，一架 B-25 突然出现在东京上空，甚至与零战护航下的东条英机座机擦肩而过。地面上的日本民众还以为这是演习的一部分，有人甚至向轰炸机挥手。下一秒，炸弹落下，杜立特果断下令投弹。每架 B-25 投下3枚高爆弹加1枚燃烧弹，其中一颗炸弹上还绑着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勋章。直到第一声爆炸响起，东京才猛然意识到这不是演习。由于缺乏精确地图，又必须迅速脱离，杜立特没能攻击皇宫，只能对目视可见的工厂投弹。其中正在船坞内改装为轻型航母的大金号潜艇支援舰被命中一弹，
该舰后来改名龙凤号航母，工期直接延后4个月，等同于重创日军一艘航母。当时裕仁天皇正在皇宫办公，突如其来的爆炸声让他眉头一皱，随即被人员紧急带入防空洞。而东京的海陆军高层还在困惑，美军为何提前到来？大阪、神户等地也陆续传来空袭警报，他们误以为美军出动了上百架轰炸机，仓促迎战之下，日军高射炮与战斗机各自宣称击落大量敌机，但事后统计只击伤了1架 B-25。东京第一次被轰炸，而日本神话也在这一天正式破防。然而，对于杜立特和他的机组人员来说，轰炸东京只是成功了一半，真正的生死考验还在于如何安全降落。因为比原定计划多飞了约400公里，即使每架 B-25 机舱里还有10个19升的油罐，燃料也几乎不够支撑他们飞到中国境内。幸运的是，当天机队大部分都顺风而行，老天仿佛给他们开了后门。到了黄昏时分，除了1架 B-25 被迫飞往苏联，其余15架飞机终于看到了中国沿海的海岸线。但此时所有飞机的燃料已经耗尽，加上天气恶劣，杜立特和机组们几乎无暇寻找合适的机场，大部分飞机只好选择在空中跳伞或迫降。幸运的是，除了3人牺牲外，大部分机组成员都被盟军搜救到，最终有69人顺利回到盟军阵营，还有8人被日军俘虏，只有4人坚持到了日本投降。此次 B-25 轰炸东京，总计摧毁建筑112栋，造成151人受伤。虽然实际破坏有限，却彻底震碎了日本人的心理防线。皇军不可战胜，皇国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首次被打破。山本五十六闻讯后，立刻赶回东京，向天皇当面谢罪。从此之后，被蛇咬10年怕井绳。为了防止美军再度轰炸东京，日军被迫从前线调回4个战斗机大队，还在东京周边部署高射炮和牵引车。在接下来的2年多时间里，无论前线战事多么激烈，这些部队都只能留在本土，无意义地消耗宝贵的燃油。对山本五十六而言，杜立特空袭东京也成了他发动中途岛战役的神助攻。虽然军令部早在4月15日就批准他进攻中途岛的计划，但仍要求先完成南太平洋战事。没想到美军竟然能威胁东京，新几内亚的进攻似乎就不再那么迫切了。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军轰炸机是从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起飞的，而日本人却认为美军轰炸机只能从中途岛起飞。为了保护天皇，日军必须在短时间内夺下中途岛，结果遭遇了开战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下集预告：杜立特指挥 B-25 成功轰炸东京，让日本人第一次意识到本土并非安全之地。日本随即发动新一轮攻势，试图彻底切断美澳海上交通线，却不知美军在密码战上已经占据上风，提前掌握了日军在西南太平洋的行动，派出约克城号与列克星敦号航母前往珊瑚海，阻挠日军对莫尔兹比港的入侵。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航母对决，也是第一次完全依靠战机而非大炮巨舰决定胜负的海战，彻底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走向。请锁定下集《珊瑚海之战》。